想象一下，2026年最重要的一款豪华纯電休旅車，居然不是跑最快的，也不是賣最貴的，甚至不是車頭 logo 最亮眼的那一台。如果最後真正的贏家反而是最懂這個級距，現在到底要的是什麼的車款呢？因為現在這個級距早就不是單純把一台豪華休旅車油改電，把引擎換成電池這麼簡單了。現在各大車廠面臨的考題難度真的高太多了，外觀要有高級感，內裝質感要顯貴，充電速度要跟上新世代電車，開起來要有 GT 跑車的長途舒適度，車載大腦要像軟體產品一樣聰明，而且絕對不能犧牲中型休旅車最核心的實用性，畢竟這才是大家當初買這個級距最在意的點。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這場大疾平超級有看頭，全新的 Volvo EX60帶着滿滿的野心強勢登场，搭載新世代平台的 BMW X3 直接扮演品牌科技新紀元的領頭羊。保時捷 Porsche Macan EV 則是要證明，就算進到純電時代，操駕樂趣和人車一體還是不能妥協。而 Polestar 4用了非常聰明的手法，同時打出高顏值和高 CP 值这2張牌。賓士的 GLC EV 試圖把老牌的傳統豪華完美融入原生純電底盤中。至於奧迪 Q6 e-tron 則是默默展現強大實力，準備成為這級距最全面、最沒有短板的全能選手。所以這不只是6台豪華純電休旅的集體評比，這是6個品牌對於2026年的高級純電移動所交出的6種不同答案。哎，兄弟，來坐。最近別聊那些有的沒的，我們來聊點狠的，就是那台 Volvo EX60。我跟你說，當初看到它的規格表，我人直接傻掉，感覺就像在廟口吃到一碗幾十年的老店滷肉飯那種，就这的懷疑感瞬間被啪啪打臉。這次沃爾沃是真的豁出去了，一點客氣都沒打算跟對手講，哪是什麼來市場試試水溫，這根本是宣布沃爾沃重新開張了。他直接一頭就扎進歐洲，甚至是台灣這邊，殺得人仰馬翻、血流成河的豪華中型 SUV 戰場。結果呢，人家是帶着家伙來的，直接端出一整盤的頂級牛排，續航、充電、安全、AI 實用，每一項都喊出你媽有我有，你有我更多的驚人口號。先講最狠的性能部分，別以為它是那種文縐縐的北歐車，數據給你擺出來嚇死人。P6 後驅版374匹 ，P14 驅版510匹，旗艦 P12 我勒個去680匹，這哪是 SUV 啊？這分明是穿了休旅車外衣的性能鋼炮，一腳油門下去，保證你的脖子後面要頂個頸椎圈，不然真的會閃到續航，那更是它的神主牌。你聽好哦 ，BP6 版說能跑620公里 ，P10 版660公里，最頂的 P12 直接幹到810公里。我知道你心裡在想，哎，別唬我，台灣的夏天冷氣開最大，再跑個高速公路遇到個逆風續航，不是都腰斬嗎？我跟你講，就算這樣，它這續航力也絕對是降魔杵級別的存在，讓你在電動車的里程焦慮面前直接抬不起頭。充電速度更是不講道理，全車系標配 800V 高壓快充，官方說從10%充到80%只要18分鐘。這概念是啥？意思是你跑去711買瓶咖啡，上個廁所出來，它就差不多充滿了。理想狀態下充個10分鐘就能讓你多跑個340公里，這感覺就好像以前手機只剩1%電量，現在朋友塞給你一個充滿電的移動電源，爽不爽？這台 EX60 從此就不再是那個只會喊安全第一的乖寶寶，而是可以帶你環島1周的長途旅行神器。車內呢，它這次玩的是智慧，不是堆料。沃爾沃搞了個叫做 Huggy and Core 的核心運算系統，這台 EX60 就是這個理念的代表作。簡單說就是現在的豪華車，一半是車子，另一半其實是一部大手機。它直接內建 Google 系統，還深度整合了 Google Gemini AI 助手，以後你叫它開窗放音樂，甚至講個笑話它都能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會搞得車裡到處是熒幕，那種花裡胡哨的它不玩，走的是一種高級的平靜，但又聰明又好用。當然最重要的那個沃爾沃的傳統家庭實用也沒有丟掉，很多大佬嘴上不說，但買這個車的人家裡大小老少都得坐得舒服。你看它那個全屏的地板，後排多寬敞，各種收納設計超貼心，兒童安全座椅安裝那叫一個方便。再加上沃爾沃最招牌最龜毛的安全科技，這車簡直就是為家庭量身打造的移動堡壘。說到底，沃爾沃一向不是那種會大聲嚷嚷的牌手，它是用細膩貼心的服務，一招一式把你收服。但這次它居然把這套溫暖的打法和最頂尖的電動性能結合在一起，這組合拳打出來，直接讓對手冷汗直流。以前我們說買沃爾沃是理性之選，是買不起 BBA 時的退而求其次，但現在這台 EX60 看起來它自己就是那個 BBA 了。而且最殺的來了，價格在歐洲起售價才6萬多歐元，換算成台幣大概210萬到230萬。
以它這個規格、這個價位，簡直就是在大放送。你說那些對手看了能不頭疼嗎？這波沃爾沃是真的把王炸給甩出來了。這台 EX60已經不是來玩遊戲的，它就是来当遊戲規則本身的。接下来我們來聊聊 BMW iX3 New Class。先說句大實話，這台車可能不是給所有人準備的，但它在车壇的江湖地位絕對是數一数二的。为什麼？因為這次寶馬是玩真的啊，它沒打算把這新 iX3 當成又一台電動 SUV 來賣，而是要把它當成 New Classy 新紀元的開山之作。背後研發團隊的壓力，我估摸着比準備期末考試還大，生怕搞砸了招牌。這車嘛，首先得是個稱職的 SUV， 但更重要的是，它得站出來向全世界宣告寶馬下一代純電平台、新 UI 系統、電子架構，還有我們最引以為傲的人車合一駕駛哲學是真的有料，能帶着品牌殺出一條血路，跨進新時代。先看數據，這波直接拉滿，官方數據一甩出來，我靠，簡直是參數屠夫。iX350XD Drive 版本馬力幹到469匹 ，WLTP 續航更是衝破805公里，這什麼概念？從台北一路開到高雄，連個充電樁都不用找，輕鬆加愉快。更狠的是，它最高支持400千瓦的超充，官方說充10分鐘就能跑372公里，這是什麼神仙速度？喝杯咖啡、上個廁所的功夫，又能再戰300公里，這數據直接就是天花板級別，對手看了都得直呼內行。這下好了 ，X3 不再是在後面吃尾氣苦苦追趕，它一出場就是帶着王炸，直接把同級對手的數據按在地上摩擦。但寶馬的精髓從來不只是數據，數據只是開胃菜，真正上頭的是它打算怎麼重新定義高級電動 SUV 的靈魂。這台 New Classy X3 搞了個全新的環景 A-Drive， 聽起來就很科幻。它的整個系統核心就是操控之躍，所有功能都圍繞這個來。那套電子大腦高度整合，全靠軟件定義。最關鍵的是那個新內飾，一眼看過去很 BMW， 但比以前乾淨極簡多了。我知道肯定有老炮會說，我那些有質感的實體按鍵呢？別急，寶馬這波野心很大，它就是要讓 iX3 感覺不像一台油改電的過渡品，而是直接從半導體、從芯片邏輯裡長出來的新物種。懂我的意思嗎？這是要換骨，不是換皮。這一點為什麼重要？因為現在玩豪華電動車，大家早就看膩了，比誰馬力大、誰真皮多的老套路了。現在買車的人關心啥？車機卡不卡？反應快不快？導航夠不夠智能？會不會帶我去死胡同？充電方不方便？邏輯搞得清不清楚？最重要的一點，這車開起來是不是一個聰明的整體，而不是一堆零件的拼湊？寶馬顯然摸透了大家的心思。這台 iX3，我敢說它是德國傳統豪華三強裡第一台靈魂徹底洗牌、為電而生的中型電 SUV。不是拿舊燃油車底盤修修補補的妥協品，當然寶馬的根不能丟，所以我們對它的期待就是能把那些黑科技和寶馬祖傳的精準底盤、人車一體的動態反應完美結合，開起來要比那些一味追求大沙發舒適的電動車更有樂趣、更有車感。它可能不是坐起來最像沙發，也不是內裝最花哨的，但它極有可能是工程調教最犀利、底盤最均衡的硬實力代表，是駕駛者的終極玩具。當然好東西代價也不小，德國起售價大概7萬歐，換算成台幣245萬到250萬左右，這價格確實不便宜。未來引進台灣絕對是信仰充值的考驗，但是如果它的充電、續航、軟件體驗還有實際開起來的動態真的像官方說的那麼神，那這個價我打包票會比那些油改電的老牌豪華電動車讓你掏錢掏得更心甘情願。總而言之，這台 iX3 寶馬是押上了全部身家去打的關鍵一戰，它到底能不能一統電動江湖，讓我們拭目以待。接下來盤一盤這台西裝暴徒的電動新時代保時捷 Macan Electric。我跟你說，這台車切入市場的方式簡直就是降維打擊。它不跟你玩那些花裡胡哨的科技競賽，它玩的就是情懷，是熱血，是內骨，我就是我，不一樣的煙火的調調。保時捷門兒清，大家在這個價位，尤其是預算拉滿的豪華休旅，買的哪是一台代步工具啊？那買的是啥？是操控的靈魂，是開出去讓人一眼就認出的貴族光環，是那種人車合一、人車戀的駕駛快意。這從來都是 Macan 的看家絕活。現在問題來了，純電了，沒有那聲聲浪助興，這招牌還保不保得住？咱們走着瞧。先看硬件，純電 Macan 家族，從後驅版一路幹到4S GTS， 再到頂規的 Turbo， 全家桶給你端的齊齊整整。續航 WLTP 跑個540到640公里，絕對是夠用檔的天花板。更狠的是，它搞上了 800V 高壓架構，充電功率直接拉滿270千瓦，原廠數據10%充到80%，只要21分鐘左右，啥概念？
就是你買完咖啡上個廁所的時間，電量就滿血復活了，這不比跟你在充電站尬聊到天荒地老爽多了？但是重點來了，你猜猜看，在台灣要多少錢？ Macan Electric 起售價337萬台幣， Macan 4則是352萬起。看到這個價格，保時捷直接就跟所有對手畫下楚河漢界，說不好意思，我們不是一個賽道的。他擺明了就是告訴全世界，想買我預算先準備好，因為他玩的從來就不是 CP 值之王這種遊戲，他不追求內部空間有多大，也不當讓你輕鬆上車的便宜通道，他的目標只有一個，當最會跑的純電 SUV。從車身比例、坐姿、底盤轉向動力輸出，到保時捷骨子裡那種對動態與精準的偏執，所有的一切都為了一個終極目標，讓你在每一次過彎、每一次油門踩下時都能嘴角上揚。就算現在其他對手在馬力續航上瘋狂追擊，但只要一上山路，路況一複雜，保時捷就是那個能把對手甩到看不見背影的山道之王。為啥？因為現在的電動車直線加速都快成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了。有啥意思？未來的胜負關鍵不在於誰家0-100更快，而在於怎麼把那幾百公斤的電池重量開起來沒負擔，怎麼讓車和你的心有靈犀，動力輸出絲滑得像德芙，過彎流暢得像在跳探戈。而這份調校的功力剛好就是保時捷吃飯的家伙，也是他最享受的挑戰。當然啦，纯電 Macan 也不只是個披着休旅殼子的賽道狂徒，它的內裝科技感拉滿，質感更是沒話說，那叫一個高級。而且它搭載的車機系統目前可以說是豪華性能車界裡的頂流，流暢度讓你懷疑人生。所以問題來了，各位，你們心中所謂的最好的豪華純電休旅，到底是要開起來最爽最過癮，還是花錢最划算最多料的？如果你選前者，那 Macan Electric 絕對是你的本命神車，闭眼入就对了。但如果你是後者，追求那個性價比，那這台保時捷從出廠開始可能就得背着一個天價的包袱了。先把滑鼠停住啊，各位！接下來要聊的這台車可是最近車圈討論度炸鍋的狠角色 Polestar 4。說真的，這牌子剛出來的時候，一堆老車迷嘴啊，論品牌底蘊哪比得上保时捷、賓士、BMW 這些老屁股？我就笑了，大哥，現在都2026年了啦，電動車時代，那些100年老招牌的光環早就退流行了好嗎？現在大家買車看什麼？是不是設計夠殺？會不會跟別人撞臉？純電平台是不是正港原生，不是油改電？車機系統順不順？會不會用一用就死機？續航夠不夠虛標？最重要的是，你砸的那些銀子，最後真的有換到對等的配備跟質感嗎？還是都拿去幫廠商付品牌廣告費了？說到這點 Polestar 4這刀子可就捅得精準到不行了。你知道歐洲2026年是丹馬達長續航版賣多少？換算成台幣才215萬左右了，我的天！這個定價直接把它扔到同級距離，根本就是價格屠夫等級，打遍同價位對手沒在怕的。但你可別以為便宜就沒好貨，人家配備硬體可是一點兒都沒縮水。單馬達版本 WLTP 續航直接幹到620公里，你環島跑半圈都不用找充電樁。雙馬達版本更誇張，馬力直接灌到544匹，那個加速貼背感跟你去遊樂園坐大怒神沒兩樣。更不用提那個辨識度高到爆的前衛外觀，你開在路上保證不會跟別人撞臉，停在停車場一眼就能認出來，回頭率絕對比雙 B 高到不知道哪兒去。哦，对了，最狂的那個設計你們肯定都聽過，它直接把後擋風玻璃給拔掉了。我跟你說，這絕對是這個極具有史以來最大膽的操作，根本沒在管那些老派設計的潛規則。你可以說它醜，可以說它怪，但你不能否認這個設計一出來 Polestar 4的辨識度直接拉滿，走到哪兒都有記憶點。而且你以為人家工程師是瘋了亂改才不是臉，這個設計直接把後排頭部空間給解放到誇張，你坐進去根本不會覺得自己在開休旅車，反而像鑽進了一間採光爆好、設計感滿點的北歐極簡風 Lounge 貴賓室。那個高級感跟傳統車廠那種塞滿老氣皮革木紋飾板的座艙根本不在同一個次元，這就是 Polestar 最聰明的地方啊！人家根本没傻傻的要跟賓士 BMW 在傳統豪華的賽道上硬碰硬，人家是直接重新定義豪華2個字，好嗎？豪華不是靠堆老掉牙的木紋跟鍍鉻，是要夠現代，夠有設計感，走進去就像走進北歐當代美術館那種感覺，這才是我們年輕人要的高級感啊！說真的，今天在場所有車裡面，它絕对是最純粹，完全沒被燃油車舊框架綁住的原生電動車之一。那些油改電的貨色根本沒得比，性能部分更不用怕打那些非雙 B 不買的排腦人臉。官方數據擺在這裡，單馬達長續航版0-7.1秒，日常代步超車隨便踩隨便有，雙馬達版本更誇張。
0-100直接3.8秒，那個加速感你第一次踩絕對會嚇到叫出來，路上遇到911都不一定會輸。續航也沒在跟你開玩笑，單馬達620公里，雙馬達也有590公里，就算冬天開暖氣也不用怕虛到要顧路，日常通勤甚至偶爾跑個中長途都綽綽有餘。你看啊，這台車要動力有動力，要續航有續航，配備給的又超有誠意。如果你想要買一台看起來夠有未來感，質感夠高級，又不想當盤子花冤枉錢去買 BMW 甚至保時捷的話，這台根本就是你的天菜，絕對是市場上最聰明的選擇。當然啦，也不是說它沒缺點，現在 Polestar 最大的挑戰還是大家的老觀念嘛，畢竟很多人買高級車還是會怕，覺得老品牌展間多，保養廠隨處有，以後換車也比較保值。但話說回來，如果我們今天單純比產品力的話， Polestar 4絕對是今天這場極品裡 CP 值最高，最讓人沒辦法忽略的超級黑馬。你真的去試駕過就知道，它的實力絕對會把你對新勢力電動車的偏見全部打掉重練啊！哎，兄弟，接下來跟你唠唠這台奔馳純電 GLC， 你就聽哥給你掰扯，絕對給你講的明明白白。你看啊，现在新勢力玩豪華都玩得花裡胡哨的，什麼極星啊，總想着搞點新花樣，要重新定義豪華。對，奔馳這波就完全不跟着瞎湊熱鬧，人家走的是自己最熟的老路子，用奔馳100年攢下來的那套豪華底子，給你重新詮釋什麼叫高級感。說白了就是你熟悉的那個味兒，開起來穩的一批，關上車窗世界都安靜了，內飾內縫嚴的你挑不出毛病。還有人家那科技配置不是給你堆一堆花架子，是那種用着順手又體面的成熟感，懂？而且最關鍵的啊，人家這真不是那種隨便把電池往油版 GLC 裡一塞的湊數油改電。奔馳這次是真下狠功夫了，純電 GLC 那是正兒八經原生電驅平台出來的，根兒上就是為電造的，官方數據拿出來都能打，續航幹到673公里，你平時通勤周末跑個小長途完全不用慌。更狠的是充電10分鐘就能補305公里，你高速服務區去趟廁所抽根煙的功夫，電就充得差不多了，這充電效率真不是玩虛的。價格這邊給你捋捋啊，歐洲那邊起售價差不多6.8萬歐元，換算成台幣大概235萬。定位比奧迪、極星要高一點，和沃爾沃差不多一個段位，比寶馬稍微便宜點，跟保時捷那更是差得遠。性價比這塊你自己品。我跟你說，這台車對那些現在開燃油版 GLC 的車主來說，那簡直是致命誘惑。它該有的新科技全給你配上了，但你熟悉的那種奔馳的優雅勁兒一點沒丟，外觀改得更順更乾淨，一看就是為純電專門調的造型，風阻什麼的肯定都考慮到了。內飾就更不用說了，奔馳新世代那套數字座艙的氛圍感給你拉滿。再往深了說，這台車的底盤來頭可大了，你知道嗎？純電 GLC 可是奔馳第一批用全新 MB.EA 專屬純電底盤的核心車型，這可是人家品牌的重要里程碑。這哪是多賣一台 SUV 這麼簡單啊？這是奔馳明擺着給全世界秀肌肉，我100年豪華品牌的家底放到純電時代照樣好使，造出來的車絕對不會跟街上那些千篇一律的制服電車一樣俗氣的不行。你說它不像保時捷天天把操控掛嘴邊，也不像寶馬動不動就喊什麼科技革命，那又怎麼樣？只要奔馳把底子調校到位，這台車絕對是同級別裡日常開着最舒服、最讓人享受的豪華車。為啥這麼說？你想啊，買這個級別車的人有幾個真追求什麼0-3秒賽道 P 彎啊？大家要的就是每天一坐進車裡就覺得這錢花的值當的高級感，要充電夠快不耽誤事兒，要過個坑過個減速帶跟碾棉花似的舒服，要開着輕鬆不費勁，啥路況都穩得跟老大哥似的。你琢磨琢磨，這些需求是不是剛好戳中純電 GLC 的強项？這玩意兒就是為這群人量身定做的，好不好用，開過的人自然懂。最後我們來聊聊奧迪 Q6 e-tron。我跟你講哦，這台車最可怕的地方在哪裡？它根本不用搞什麼驚天動地的黑科技，就憑着那種沒有弱項、樣樣中上的實力，就能在背後默默把你家隔壁老王、樓下那個開寶馬的全都逼到牆角，進退兩難。你可能會說，我批平台嘛，不是早就看過了啦？有什麼好大驚小怪？沒錯，它真的不是什麼天外飛仙、全新驚喜，但你懂哦，這就代表這套技術在福斯集團裡面已經被虐、被磨、被檢驗到超級成熟、穩定了啦。就像你老媽熬湯，越熬越香，道理是一樣的。這台 Q6 e-tron 一上來就帶着一種生來就是電車的硬底子，空間安排的乾乾淨淨、井井有條，那種不張揚但就是很有錢的氣場拿捏的死死的。在這個級距裡面，它絕對是個6邊形戰士，方向最清晰，沒有任何短板的代表作。來，咱們算筆賬。
歐洲賣個63000多歐元，換算成台幣大概就是220萬上下。這個定價策略，我跟你講，真的歹勢厲害。他直接一腳踹進賓士和 BMW 的防線下面，都快摸到 Polestar 和 Volvo 的屁股了。這價位一爆出來，誰不說一句哇？這有搞頭，動力選擇也很周全，想要快有4驅版本，想要省有後驅單馬達，夠精細。最省電的狀態下 ，WLTP 續航充到641公里，你下班開到墾丁還有剩，充電更是資優生等級，支援270千瓦的超充，跟你媽煮碗麵一樣快，充10分鐘綁255公里進去，從10%充到80%，也就你去便利商店買包煙回來就搞定的時間。真的，对電車焦慮症的患者來說，這就是神藥。最神的是，奧迪這次打的牌真的聰明，他沒有把雞蛋重點放在同一個籠子裡，就是不打算當那個最極端的、最硬派的、最便宜或是花裡胡哨的車。他想做的那台車是什麼車？是你完全不用想，直接推薦給你老婆、你老板、你兄弟，誰開誰會讚的萬能鑽石王老五，懂我意思嗎？內部設計那叫一個乾淨現代，熒幕和系統整合度細緻到不行，空間利用率也極高，開起來的行路質感、隔噪音完全打到那個就這個感覺的甜蜜點。而且因為是專屬純電平台，開起來完全沒有那些油改電的廉價拖沓感，順滑到不行。說真的，奧迪這次是占了點便宜了。它不像 Volvo 那麼文青，整天喊着什麼永續環保，不像 BMW 那麼科技宅，天天搞什麼新功能實驗，也不像保時捷那麼矯情，開起來又緊繃又考驗荷包。同時，它又比 Polestar 這些新創品牌更有底氣，更讓人放心。它就刚刚好，不偏不倚地站在所有豪华電車買家夢寐以求的那塊交集核心上。這台 Q6 e-tron 簡單來說就是你想要的我都有，我給的你都會愛，價格還給你算得剛剛好。它不是要讓你驚豔，而是要你安安穩穩地愛上它，懂了？現在我們直接來捉對廝殺，因為最精彩的部分這才開始。單看設計風格的話，我覺得保時捷和極星最敢給。最搶眼，保時捷有着最強烈品牌自帶的視覺自信，而 Polestar 則是打破常規，全車上下都散發着滿滿的純電原生感富豪。Volvo 走的是優雅內斂路線， BMW 則是充滿現代感與幾何線條，賓士精緻奢華，奧迪則是走中庸帥氣的路線，比較不那麼挑釁。如果你買 SUV 就是想要高調，想要成為街頭焦點，那 Polestar 4和 Porsche Macan EV 絕對是個性最鮮明的2款車。如果呢要講純科技實力，那 BMW iX3 Neo Classic 絕對是話題霸主。原因很簡單，它的官方續航里程和充電數據在同級距離簡直是天花板等級，續航上看800公里，而且 BMW 還打算用這台車來展示他們對下一代電子架構、人機界面和操駕動態的全新思考。不過Volvo EX60 絕對是這裡面最讓人驚豔的黑馬，因為它的續航跟充電數據同樣非常頂，而且 Volvo 還幫它配上了極為先進的軟體與核心運算平台。如果到時候實際上路的表現真能兌現官方承諾，這2台車絕對會主導2026年車市的所有話題。講到車市的豪華氛圍，賓士依然最懂怎麼拿捏， GLC 純電版 GLC EV 絕對是那些追求安靜、注重品牌光環和極致精緻質感的買家首選，奧迪會緊追在後。畢竟奧迪在這個級距離向來最擅長把觸覺質感和日常實用性調配的恰到好處。保時捷提供的是更偏向駕駛導向的熱血質感， Polestar 則主打設計美學。至於 Volvo， 他們可能不走傳統那種土豪式的奢華路線，而是用北歐風的溫馨、實用和聰明設計來打動人心。至於駕駛樂趣，我還是得把票投給 Porsche Macan EV。因為保時捷在調校操駕路感這件事上，真的沒幾個品牌學得來。不過 BMW X3 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挑戰者，因為 BMW 這次看起來是鐵了心要讓 New Class 開起來依然很 BMW， 而不只是冷冰冰的數位科技載具。奧迪大概會是那個默默把事情做好、身手矯健的資優生，而賓士則會繼續偏向舒適取向。Volvo 和 Polestar 的操駕風格應該會更強調穩健與安定感，而不是那種屁股扭來扭去的小壞蛋調性。不過 EX60 的高階動力版本絕對是那種可以一脚電門把人貼在椅子上的重炮級加速。一講到 CP 值，風向就完全變了。 Polestar 4看起來超有競爭力，海外折合台幣大概200萬上下起跳，卻給了你頂規的續航力、強悍的動力設定，還有非常特立獨行的外觀。奧迪 Q6 e-tron 在台灣的表現也讓人很心動，265萬起的售價，不僅有豪華品牌的面子，還有亮眼的續航與快充速度。重點是價格不像保時捷那樣隨便選配一下就直接破表。如果 Volvo X60 之後引進台灣的定價跟續航能維持官方公布的高水準，那它的 CP 值也會高到破表，因為
它在不用跨入超高油水门檻的前提下，就给了你滿滿的科技感和超強的長途續航力。最終大結論，這幾台車各有千秋，就看你買車最在乎的是什麼。想要一台開起來最爽最熱血的純電豪華 SUV， 而且車頭盾灰對你來說至關重要。Porsche Macan EV 是唯一解追求最頂尖的次世代工程科技，想開未來的概念車 BMW iX33 New Class 是最前衛的選擇，重視安全、家庭實用、充電速度、軟體智慧。想要一個面面俱到的超強全能包 Volvo EX60 絕對會是那匹超乎想象的黑馬。想要前衛的設計和超高 CP 值 Polestar 4的實力不容忽視，偏愛經典豪華感，開起來優雅又輕鬆。毫無疑問，賓士 GLC EV 最對你的胃。想要一個最安全、最不傷腦筋、最不容易踩雷的選擇，近乎全能，各方面表現最均衡的奧迪 Q6 e-tron 絕對是這次極評裡的冷面殺手。但如果要用一個客觀車評人的身份，而不是任何品牌的信仰粉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會說2026年最強的歐洲豪華純電 SUV 可能不是大家一眼相中的那台，保時捷是熱血車迷的菜， BMW 是科技狂人的首選，賓士是傳統豪華買家的最愛， Polestar 是現代美學擁護者的專屬，奧迪則是全能型的實力派。但如果 Volvo EX60 實車上市後的表現能和官方数據一樣漂亮，它可能才是最懂得這個市場未來走向的贏家。因為到了2026年，頂級電動 SUV 已經不能只靠外觀看起來貴或者加速傻快來唬人了，唯有把續航力、充電速度、軟體系統、安全、空間設計和價格完美糅合在一起，讓消費者覺得換開電動車真的沒什麼痛，點的車才是真正的贏家。而現在這6台 SUV 正在戰場上貼身肉搏。如果你喜歡這次的極評分析，記得按讚、訂閱、分享未來科技，並在下方留言告訴我，這6台車 Volvo、BMW、保時捷、Polestar、賓士還是奧迪，你會把誰開回家？想看更多這樣深入不廢話的電動車極評，請繼續鎖定我們，精彩的還在後頭。